凌霄殿中，不知多少仙神站起身来，肃然起敬的同时，有几个感性的老仙翁已经是老泪纵横，目光长叹：带上金镯，激素自此有了界限；不带金镯，难替家姐分担苦难。玉帝更是叹道：即使醒悟，也当得凤族男儿之名，善用，当善用。铜镜之中，李长寿再次起身，却是走到了金翅大鹏鸟的身旁，将一张卷轴递了过去。天道仙神入职宣誓模板。老师。李长寿抬手在金翅大鹏鸟肩上拍了3下。念吧。金翅大鹏鸟露出开心且舒适的微笑，重重地点了一下头，打开模板，开始高声诵读，招来了天道之力。1个时辰后，金翅大鹏鸟读完经文，身周闪耀起道道金光，他低头对李长寿再次叩拜：谢老师成全。但是叮铃2声，头顶顶着的金镯却滑落了下来，让金翅大鹏鸟一愣。傻孩子，李长寿温声道：你是天地间最快的神禽，要头骨何用？这是太上老君亲自为你炼制的脚环。金翅大鹏愣了一下，拿起金镯在自己脚边比划，金镯当即套在他脚腕上。合适吗？金翅大鹏顿时双眼含泪，感动地点点头。谢老师关怀，大小刚好合适。李长寿缓声答应，注视着天边云朵，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丢丢的负罪感。记得去对你姐姐道一声谢，不过等几十年再去，她正在闭关。老师，这迷路了的木牌可以给弟子一块吗？弟子想时刻带在身边，以示警醒。善。凌霄殿中，白衣玉帝禁不住露出了少许笑意，温声道：吾觉得这般困阵不如就留下了，作为一道劝善天罚。众爱卿以为如何？安静，相当的安静。陛下，臣以为大可不必。陛下三思，何罪至此啊？李长寿淡定一笑，心底倒是开始期待起了半年后仙盟大会，金翅大鹏作为天庭特使之特使出场的时候会是哪般画面。顺利实行了以德服鸟计划，李长寿自是将众多后手收了起来。像金翅大鹏闯天庭之前被斩妖剑直接吓退的画面，又如金翅大鹏被吊在太阴星某棵不知名老树上，又被路过的仙子们指指点点的画面，再或是金翅大鹏在第4重天的连环阵当中撞得头破血流的画面。既然已成了自己人，这些黑历史自然是要销毁部分的，只留下一些关键内容以作不时之需。金翅大鹏被天庭顺利招降，拜水神长庚为师的消息在天地间并未流传开来。李长寿要求各位仙神保守秘密，而天庭内部知晓此事的那日都在凌霄殿中。如今大劫当头，便是胳膊肘向外拐的天庭仙神也要考虑一下自身的处境。于是五部洲各处防阵有关此事的讨论也迅速地弱了下去。那凤族的金翅大鹏不是说要闯天庭？这么久过去了，咋没音儿了呢？估计就是哗众取宠，用这个法子博个名声。天庭岂是那般好闯的？不对劲，此事不对劲。西方教也装起了哑巴。李长寿料定对方应是已经知晓金翅大鹏之事，但这事他们也不敢乱提，免得给玉帝陛下发飙的借口。李长寿将金翅大鹏鸟安置在自己的水神府中修行，赏赐了金翅大鹏鸟2件灵宝，以及天庭金鹏元帅这般虚职。让李长寿感觉有点讽刺的是，孔宣辛苦照料商部族所增的气运，尚不如金翅大鹏鸟在被封天庭元帅时所增的气运。
谁是天道的亲儿子，一眼可见呢。天庭增添一员大将，玉帝自是十分的欣喜。本想宴请金翅大鹏，被李长寿及时劝阻了。对金翅大鹏不能太过赞扬，也不能够一味的称赞。金翅大鹏鸟虽然在连环阵中有所领悟，但本身的性格并未完全转变，称赞太多容易再次膨胀，需要定时的敲打敲打。又1个月后，李长寿在凌霄宝殿当着众天庭仙神的面正式请命。玉帝大手一挥，封李长寿为天庭特使，率数位天将前往3000世界中组织监察仙盟大会之事。李长寿领命而去，又在背后推动，让此事在5部洲3000世界迅速传开。此举主要是为了给仙盟提振士气，且提前锁死仙盟的权力，免得让某位仙盟盟主觉得自己突然又行了。3日后，李长寿在天庭的指导人带着几名金仙境天将大队天兵，大摇大摆地离开东天门。预计仙盟大会开始前一天，他们刚好能够赶到大会会场。与此同时，天涯秘境，李长寿的指导人与吕月一同离开，指挥天涯阁暗中招募的仙兵建造第一次仙盟大会的会场。虽然李长寿预计这个仙盟出道即巅峰，出会便最强，但是这次还是要认真的搞一搞，免得出什么纰漏。又过3日，南海之滨海神庙处，一朵白云缓缓飞来，其上站着一男一女2道身影，远远看去倒是颇为相称。男仙蓄着美髯，威风堂堂，面容英俊之中带着几分硬派，一身浅红战甲更增几分威严，正是截教外门大弟子洪荒万磁王老赵本赵。在赵大爷的身侧便是金陵圣母，李长寿特意请来的伪截教大师姐。她今日施了淡淡的妆容，比起平日里少了几分英气，多了几分天成的妩媚。修长鲜美的身段包裹在淡金绣凤的长裙中，气场全开，颇有威势。李长寿早早外出相迎，此时自是用的天庭水神面容，但是站在此地的却是李长寿的本体。最初李长寿构想仙盟大会只是想要偷摸的举行，联合各方势力，自不用本体前往，指导人足以应对。可是李长寿反复的推演，这事儿啊偷摸办不成，决定主动将燃灯拽入局中当枪使。但拽燃灯入局，李长寿就发现自己必须请2位信得过的截教高手，以备不时咔嚓之需。赵大爷和金陵圣母都请过来了，自己的本体躲着不现身，也未免有些太说不过去了。故此李长寿请来了离地焰光旗护着小琼峰，然后顶着太极图，捧着玄黄塔，提着乾坤尺，揣着穿心锁，小心翼翼地出了小琼峰。没办法，洪荒太凶险了，功德金身2次被阻，李长寿的心底始终有一种浓郁的危机感。长庚啊，你当真是坏透了，竟然请燃灯道人去做仙盟盟主，你这不是将那口老棺材架在火上烤吗？一点小算计罢了，师兄师姐莫要介怀才是。无妨。金陵圣母的嘴角露出淡淡笑意。我本还有些不懂你这般安排，但公明解释一二，我便明了你这般巧思。赵大爷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？八成是从3仙岛逛游一圈，问了问这件事儿吧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。公明，哎呦喂，后缀呢？哎呦，这2位截教大手子关系进展如此神速，赵大爷被金光圣母叩开的心门，最终是要住进金陵圣母。这奇妙的洪荒大能互动啊！李长寿将2个人引入正堂，侧旁有侍者捧来热茶香茗，大家已经熟到了，不必寒暄。赵公明问何时动身，李长寿笑道：咱们在此稍后，我刚刚通知了燃灯副教主前来会合，稍后一同前往最佳。
赵公明嘴角却撇了撇，跟燃灯同行当真是不好受啊。金陵圣母道：不管如何，明面上他都是咱们道门的高人，外人面前该给他的面皮还是要给的，但若他不识抬举，师姐，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。李长寿温声道了一句，与赵公明对视一眼，各自轻笑。金陵圣母哼了一声，扭头喝着自己的茶。白先生去何处了？我此前啊去山头外逛了去了，没感受到白先生的气息，也就自己回了。啊，说是访友去了，此事不宜多问。啊，懂了。赵公明拂须笑着，轻飘飘地接过话题。长庚啊，此前不是听说有一头金翅大鹏鸟扬言挑衅天庭，后面怎么没动静了？那金翅大鹏鸟莫非真的只是哗众取宠？老哥切莫这般觉得，金翅大鹏鸟生有急速，也是颇为厉害。他当日确实去了天庭，且到了广寒宫前。哦？赵公明和金陵圣母对视一眼，各自表达了关切之意，但是关注点明显是不同。赵公明先问的是后来如何了？那金陵圣母却皱眉。你当真如传闻中那般，与广寒宫衡娥仙子有些非同寻常的关系？哎，师姐莫要听信这般流言，我与太阴星君并无太多交集，我不过是在天庭权柄高了一些，所以能进入广寒宫罢了。金陵圣母细细的思量，这话倒也合理。那金翅大鹏鸟到底如何了？老哥请看。李长寿指着内堂角落站着的侍者，他不就在此地吗？那侍者转过身来，含笑舒眉，虽还是鹰钩鼻刀削般的脸庞，却并未给人太多锋锐之感。窗外阳光照进来，为他镀上了一层微弱的毫光，让他的笑容宛若一股春风，温和之中又带着少许的腼腆。赵公明跟金陵圣母都石化了。李长寿刚要正式介绍几句，忽有一道流光从西北方向破空而来。金翅大鹏鸟剑眉一皱，在原地留下了几道残影，身影极快地冲出内堂，飞天而起，在百里之外将那一道流光握在掌心，身影倒退而回，又刚好与先前留下的几道残影重合，前后不过是一二瞬息。金翅大鹏鸟已经是站在了李长寿面前，恭敬的躬身，将一枚玉符奉上。老师，已验证过，并无机巧算计。善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用仙力包裹的双手将玉符接过，先是探查到了其内的讯息。燃灯副教主果真是非同寻常，竟说自己在悟道的紧要关头，让咱们先走一步，他定不会迟了仙盟大会。届时他还会带慈航道人一同前往，让我为慈航道人留一个副盟主之位。赵公明满是惊奇地看着金翅大鹏鸟。燃灯也是够贼的。那咱们走吧，早点过去也好早做准备，倒要看看这西方教又要耍什么花样。李长寿起身，金鹏，这次劳烦你了。老师您吩咐就是。言罢，他快步走出内堂，就在后院显出本体，却是一头一展刚过10丈的金羽大鹏。此时金鹏背上用仙力显化出了3只蒲团，一只在前，2只并列其后。最前的蒲团宛若莲花宝台，其精美程度堪比凡俗帝王家的珍宝，后面2只蒲团就稍微简单了一些，好似2只树墩一样。李长寿皱眉，金鹏，你心境不稳了。金鹏一愣，随后仔细的思索，那张鸟脸上满是惭愧。金鹏让老师您失望了，这就将前方老师您的宝座恢复成……不必。李长寿侧身坐请，还请金陵师姐坐前。金陵圣母轻笑了一声，并未多说，裙摆飘舞之间，已是盘坐在那精致的宝座蒲团前。
李长寿与赵公明落在其后2只蒲团，相视而笑。多亏金鹏有急速，咱们才可以有机会在各处逛逛，再去看看那些香火神国吧。金翅大鹏鸟的高啼声穿透高空云雾，羽翼轻轻一摆，已经是带着一股狂风冲天而起，几乎眨眼就消失在天边，只留下一段淡淡的残影。感受着乾坤带来的淡淡挤压感，赵公明忍不住对李长寿传声：“嘿，你这是如何做到的？传闻中那金翅大鹏鸟桀骜狂傲，怎就这般乖巧了？以德服人罢了。”这，赵公明低头看了眼金翅大鹏鸟，咱俩德行差这么多，老哥我好歹也有义薄云天的名头啊，怎么就遇不到这般强悍的坐骑啊？李长寿笑而不语，赵公明啧啧称奇。路上担心金翅大鹏鸟会疲惫，李长寿借了2缕太极图的阴阳气息，化作太极图虚影，拖着金翅大鹏鸟，差点给这个金翅大鹏鸟感动哭了。意外的，李长寿发现这般简单之举，却让金翅大鹏鸟的急速突破了它的极限。太极图能够减少乾坤阻力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而金翅大鹏鸟享受着新极速带来的愉悦，飞得越发的带劲，目光越发坚定。且说正事，这就是西方教的杰作。一处大千世界天边，赵公明皱眉注视着万里外的一座香火大庙。大庙建在一座山峰的峰顶，其内有数百道者齐齐诵经，大庙周遭散发着道道金光。而从庙外一直到山脚，甚至能够眺望到这座大庙的平原、山林各处。一名名凡人跪地参拜，大部分面露饥色。在这大庙上空，磅礴的香火功德凝成金色云雾，最终消失在高空深处。那里似乎有一条缝隙，